石头鱼、龙虾、琵琶虾等。出海一次竟然能捕捉到这么多鱼货，每次潜水，海里的鱼货随便捡，赶海一次就能捡到几千块钱鱼货。晚上12点，小帅就要准备出海捕鱼。首先把车上的保温箱放些冰块，冰块会让死去的海鲜保持新鲜度。开着小卡车就往海里赶，很快来到海边。这次他要在凌晨开始潜水抓鱼，直到明天早上。小帅充满了信心，必定抓到足够多的海鲜。背着为自己做好的墓碑，从现在开始，他将潜水5个小时。这三角形状的箱子其实是用来装海鲜的保温箱。凌晨10分钟就开始潜水抓海鲜，鱼类都喜欢藏在珊瑚礁里。晚上的小鱼小虾也是非常多。小帅重新在珊瑚礁的深坑里寻找海鲜，在珊瑚坑里发现了龙虾，用他自制的捕龙虾神器，轻易的把龙虾钳了起来，把龙虾放进他自制的三角箱，又重新潜下水寻找海鲜。在头灯的照射下，龙虾轻易的被钳了出来，被捕虾夹到龙虾就无法挣脱。龙虾抓够了，又开始插鱼，鱼类只能用鱼枪进行捕捉，海鱼很轻易的被他插到，继续沉下水。这里的水深大约有7米，发现一条鱼在珊瑚礁附近睡觉，插到鱼的时候才有剧烈的反应，拼命挣扎掀起海底的灰尘，把插到的鱼拿上去，继续潜下水。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1点30分，在海底又发现了一条鱼，一插过去又把它狩猎到了。这条鱼比刚才那条鱼要大很多，大约有4斤重。在暗礁的洞穴发现了一条石头鱼，石头鱼的颜色跟周围的珊瑚礁颜色相差无几，如果不仔细看，还以为是块石头。小帅拿着鱼叉慢慢靠近，一插过去，石头鱼竟然没有反应。石头鱼的游泳速度非常缓慢，以至于它的身上长满了苔藓。石头鱼虽然被插到了，但对于它来说好像没有一点受伤的感觉。重新游回到自己的洞穴，小帅又重新用鱼叉插了过去。为了解决它，用刀子插入石头鱼的脑袋。如果石头鱼不是受到致命的伤害，它会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修复。时间来到了凌晨3点30分，小帅继续在海底暗礁寻找海鲜，发现岩石上依附着一种神秘的生物，用手直接把它抓起。这是一种比较珍贵的虾类，叫做琵琶虾。小帅继续拿着他自制的龙虾钳子，往珊瑚礁的洞穴里钻。又一只龙虾被他抓到了，不知道他来来回回抓了多少次。这里的龙虾体型都不是很大。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5点，天空中已经开始明亮起来。小帅背着他自制的三角箱回到了岸边，插到的海鲜还包括3条含有剧毒的河豚，把插到的鱼放进保温箱里。回到家，天已经亮了，小帅现在要把捕捉到的海鲜清点出来。石头鱼可以卖个好价钱，还有龙虾、琵琶虾这些都可以卖个好价钱，还有海螺，满满的一大盆海鲜。这些海鲜还是活的，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还有狩猎到的海鱼，这么多的海鲜可以卖到5000块左右。小帅打算把这些海螺卖了，这些海螺大概可以卖到200块。死掉的龙虾是很难卖出去的，只能自己吃。把活的海鲜推倒海边码头，把海鲜倒到篮筐里，再把篮筐放到水里养着。现在就要等待拍卖时间。几个小时后，小帅重新把放到水里的篮筐拉上来，把龙虾加到篮筐里。现在就要等待客户过来收购，这里会有专门人员进行对海鲜标价和收购。今天的收益还可以，收购价已经达到了4500块。回到家，小帅就讲述今天的收获还是挺可观，虽然是冒着生命危险潜下水捕捉，但是收入比打工好的太多了。小帅现在就开始把卖不去的龙虾煮来吃，把3只龙虾摆放出来。这种龙虾的特点就是龙虾头特别大，把龙虾头和尾巴用刀子分离开来，尾巴和头部分离开来。虾头会用来煲汤喝。所有的龙虾在小帅的刀工下被分离开来。龙虾的触角可以左右上下摇摆，改变触角的方向来探测周围的环境。用剪刀把龙虾的尾巴剪掉，血红色的虾肉被它分离开来。3只龙虾头和龙虾肉解剖好了，现在就用龙虾的头来煲汤喝。龙虾头放到锅里，再放点水，把它放到灶头里就开始开煮。几分钟后，龙虾头被煮得通红。龙虾汤必须放点蒜蓉酱才好喝。虾头已经煮好了，现在要准备龙虾肉。开煮之前要放点淀粉和盐，加点水进行搅拌均匀。搅拌好之后再加点水过滤，把清洗的水倒掉。现在就可以调味，放点辣椒粉，重新加点淀粉，搅拌均匀。准备好洋葱和蒜头，把葱头蒜头切成小块。小帅的刀工非常不错，切完后就加点鸡精、料酒、花生油、白砂糖还有番茄酱。
所有的调料已经准备好，现在就可以开煮。把蒜葱放到油锅里爆炒，再放上调料好的虾肉，把虾肉爆炒之后，再放上调料好的酱汁，放点水进行清煮，放点淀粉会让汤汁更加浓稠。虾肉已经大功告成，现在就可以开吃。把龙虾的脚搞下来，龙虾的绞肉还是有的，把龙虾的头壳搞下来，里面的汤汁才是最美味的。吃完龙虾头就开始吃龙虾肉，一块龙虾肉就足够塞满你的嘴，这味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带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